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不好意思啦，哎呀，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把这块台先收回来。哦 no， 心好痛。no， 这个太难受了。因为它是一个懒床沙，所以我就只能用这样子去。它就需要它很重的那个对酱味，是吧？对对，所以你拌那个酱去拿那个鲜味。哎。他刚才提醒我一下，再加一点那个是，加了以后真的是它的 layer， 它的味道层次就上来了。它的严谨度从食材到制作工艺上面都非常完美，估计是这波人里面最会用脑做菜的一个厨师。不好意思，好，谢谢。好了，抱歉抱歉。OK， 谢谢。好伤心呢，不太服气吧。其实我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给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看的甜品。最后杀的只能剩1个人，哇，好残酷啊！如果不是你的酱汁补救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难把这一块交到你手里的。是的，谢谢你。啊，好，谢谢。周晨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3星无名者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蛮开心嘛，他可以说出完成度很高的话，我觉得我算做得不错了。加油了！周师傅还是稳的呀。那么游刃有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是周晨，来自上海永福大师系列餐厅蓝军2杰的合伙人加主厨。我也是中国比较早去西班牙学习分子料理，跟随着艾伦·杜卡斯大师学习过传统的法餐。想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很多中餐界的师傅，了解很多中餐的一个烹饪技法和当季的食材的一个运用方式，结合我现在做的法餐，做一套适合国人喜欢的中式法餐料理。我要做的2道菜，一个就是水牛奶 burrata 的 cheese， 一个就是 beef tartar。因为在西餐里面，我一直认为前菜和甜品是最有难度的。就像你去西餐厅，给你打开味蕾的，或者是让你惊艳的，肯定是前菜。所以我选择用前菜去打动我的评委。我们用到里面就是一个广西的水牛奶，现场做一个豆汁，把这2个东西用做豆腐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水牛奶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豆腐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中间放入了鱼子酱。我们用那个咸鲜味去调节豆腐和水牛奶的芝士。下面呢，我们会用到一个鹰豆瓣，也是拜张元富大师的产品。老师，我要炒鹰豆瓣了，致敬老师。川菜的味道确实不是特别好调，再加上是特别是这个味道，它就更不好调了。鲜辣的复合味就是很多种调料在一起，然后它要出来层次，这个就很关键了。我觉得它应该是非常精准的把调味料的本身的味道表达出来了。牛肉塔塔里面我用到2种不同的牛肉，牛里脊和和牛。牛里脊本身纤维就比较粗，口感非常好。和牛的话，它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我把这2个东西就放在一起了。你既吃得到牛肉的爽嫩的感觉，又能吃到非常重的那种牛的味道。土豆加入葡萄糖，稀释完了以后，在那烤箱里面110度去让它低温烘干。里面的葡萄糖会让它变脆。然后做成蛋筒。
在蛋筒的最下面，我放了炸过的干葱、胸口油、一些宁波产的小鱼干，所以整一个蛋筒虽然小，但是很有力量，层次感非常的分明，然后味道非常的足。你知道吗？我听完以后，你给那条活路吧。我们全力以赴，尊重每一个对手。其实我追求的做菜理念是简单的繁琐，就是我可以把准备工作和制作过程非常的繁琐的去演练，但是最后呈现方式，我希望以极简的方式去呈现。周师傅留一份给我们啊。OK 啊。周师傅出品完整性很高的呀。哦。这2道菜是我餐厅的招牌菜，一道是用水牛乳加上一个豆腐的工艺做了一个 burrata 的 cheese， 第2道菜呢，我做的是一个 beef tartar， 层次非常分明，口感非常丰富。来吧，来，干杯。你都吃完了？好吃，真棒。那个女的主持好像很喜欢海胆啊，早知我也用海胆吧，但是很怕海胆现在不是季节啊。一口，从中间挖开，然后连着那个鱼香的 sauce， 这会有一点点的辣。哇，这好特别啊！哇塞，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方式的鱼香。鱼香酱用的很克制，不会太腥，也不会太辣。这个牛乳其实也确实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鱼香酱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融合菜里我看到的非常惊艳的之处。周师傅是让大家吃得懂的法餐嘛，在努力中。然后其实2个菜的 fusion 就是融合度都很完美。唯一有点不足的，就是我们没有吃到鱼子酱在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这口吃完以后，鱼子酱只是一个名字，它全部被我们的鱼香酱给覆盖了。如果能够少1、2样东西，它会更完整一点。做减的其实比做加法难一点。是。他老师给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做减法会更突出这道菜的特点，可能也是以后我做菜时候一个考量的方向。也没有太多的担心，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很强大的心理防线和准备。蛮紧张嘛。那个结果啊，就是恭喜新厨周成首位成功。新厨还是新厨啊！我跟你说，他这道菜非常难打，他拿了那道。占星无名指像是一个大学毕业作，周师傅相对来说是一个导师作品，他们2个的纬度还是从工艺上还是有区别的。周师傅2个菜独立完成它的一个味道的表达，干净利落，真的是让中国人吃得懂的一个西餐。谢谢老师。意料之中的，这点自信总归要有的呀。也恭喜3星无名指晋级成功。谢谢，恭喜！加油！加油！恭喜2位，恭喜！小蜜蜂还有在成长，还是很有想法的小孩。第2轮加油！好想吃你那个，等一会儿做一个给你吃。好，那好，我很喜欢你那个皮。轻轻松松。
厉害厉害，师兄，明天加油！相当的稳，相当的稳。董师傅想什么呢？我在想啊，这几道菜要是配上一碗面，那得多好吃啊！哎，那您看咱配什么面？就陈克明这个月牙形的面，面条呢上面带凹槽，一半啊料汁全锁进去了。那面条啊软糯 Q 弹，挂汤入味，配上一口菜啊绝了！你这说的我都嘴馋了，咱俩说面去。走。其实这些选手选人也蛮有趣的，我感觉第一组跟第二组就形象气质上都有很相近相似的地方。是。其实第三组的话，小吃类的东西蛮多的。他在做肉燕。哦。肉燕。肉燕那个非遗传承人。对。地凤汤也是那个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吗？哎，这个也很强。姜母鸭这道菜已经是厦门的一个地标产品。各个地方特色菜围攻潮州特色菜。鲁振海大师做了一个潮汕菜，我也是做潮汕菜，小灯干老蛋。风浪越大鱼越贵，万幸把新竹给打下，那真的是鱼跃龙门的一个转变，把最好状态呈现出来，送到第一。我就反正我把我自己的菜做得最好。振海大厨，看看镇不镇得住。既然来了，就要给自己充分的信心。我不单只要镇海，我还要镇百厨。哪里在叮铃咣啷？哇，谁在剁肉吗？这个老师做什么菜啊？他做的是肉燕。哇！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厉害哦。哇，这个老师傅哎。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福州的福气演员，我是福建省肉燕制作技艺省级会议传承人。从12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打制肉燕这个技艺，整整60年了。我们不仅仅肩上挑的这个是传承，更重要的不要让这道菜从我们这一辈的手上让它丢失。打制肉燕千锤百打，打成肉泥，我们一打好马上就碾压，用地瓜粉就把它这个碾压成薄如纸肉做的皮，完全是把一块肉敲成一张皮，再包上我们这个肉馅。下锅的这汤呢，我们是用猪大骨高汤，我们肉燕倒下去，烧2、3分钟，它浮上来了就成熟了。我们一道既暖心又暖胃的肉燕就完成了。20了。哦，他做好了。哦，请你们品尝一下。那我就开动了。我能加点醋吗？就在这儿。太可爱了。我不知道加多少合适，您给加一点吧，加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不敢加太多，这样就把原味破坏掉了。哦，好，加了醋又是另一种风味，另一种风味。所以说我们是皮薄，肉有弹性，汤鲜美，狠狠吃了人家满满一碗肉燕。谢谢美女，谢谢，谢谢。毕竟我也去了那么多次厦门呢，吃了很多回肉燕，这个肉燕的确是我就是好吃是好吃的，没问题的。好，爷爷，您的结果是？这个稳了哎，我觉得这个稳了哎，就是简单明了，然后直接记一点。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喜欢我的肉燕。谢谢。哦，我们平常做的这个什么皮都是面啊什么这些东西做的嘛，但是它是用这个肉来做的这个皮嘛，它这个皮薄了以后呢，它才能够有一种透明感。我真的吃肉燕无数，这个肉燕它的那个皮的弹牙程度和它包裹住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肉的鲜美程度，以及它配合外面的这个汤的鲜的程度，就一切都刚刚好。然后你加一勺醋进去之后，又是另外一番风味，所以它很像悠扬的一个抒情曲。我一定要把中华这个传统的美食继续努力传承下去。我们对您致敬，谢谢。OK， 好高兴呢。除非是再拿出来一个顶上加顶的东西，比他的还要好的。四川鲍鱼姜母鸭是我的首创。院长，这个要按我的顺序吃哦，一姜2爆3品鸭。先吃姜，对。再吃鲍鱼。对，鲍鱼对。鲍鱼而且满口腔的鲜味就出来了，海味出来了。那再3吃鸭子，汁水很足，而且很软糯。是姜母鸭，焦糖熬的稍微有点过了。谢谢您做的这份姜母鸭。好狠，上来就杀你的，抱歉，直接抱歉。这个瓜牛其实我在我的自媒体账号里边已经做了2个版本了，这是第3个版本，创意很好，惊喜程度落了一点点啊。这个是叫脆皮总干花，油腻感稍微重了一点点。现在只剩下那个泉州一条龙和香港蟹王了。今天想给大家呈现一道不一样的药膳的做法。雪龙我想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所以我不做任何处理。现代人都很注重养生，所以我加入了我们当地的药材事物。对，是不是有点和想象的不一样？生猛啊！对，就是其实我有点害怕这个。然后这个剪掉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血液，其实吃的就是这个血液。我也加了一些料酒。我也加了一些料酒。我感觉他有戏哎。只要我不是第1轮就被淘汰，我回去我感觉我也还挺有面子的。对不起，没关系。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但是你药材呢用的稍微有点多。哎，对，明白了，理解。节目联合微博综艺发起了食神百厨大战观后感征集活动，上微博搜索百厨大战，进入点评页面，带话题食神百厨大战观后感，分享追踪感受和复刻同款美食，即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快来分享吧！他去做个避风塘炒馅。哦。看配料就知道了。哦。这是香港专门做蟹的。哦，香港蟹王。对。大家好，我是香港蟹王。我这个名气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厨房协会给我的一个名称。个人呢做了几10年的螃蟹了。我的餐厅呢在之前呢就很火爆的，一个晚上呢大概做500人左右。做这个菜呢，用面泡上，我感觉它会没有那个蒜蓉这么香，所以我一直都用蒜蓉，把那个蒜蓉呢慢慢把它的水分炸走，
它变成金黄色呢，我们就捞了。它这个蒜的颜色炸得好漂亮。那个蟹呢也是一样的，去炸它的时候呢，一定要那个油猛一点。最后我们把辣椒、蟹、蒜蓉放进去，一起翻炒，这样我们一道既清爽又美味的避风塘炒蟹就做好了。谢谢，这么多，那多不好呀，周老师。一口入魂，一下就顶开了我的那个就是味蕾，就是这样炸开来了。哇哦，好大一口，大吃一口。哎呦，肯定很好吃。哎呦，好想吃，好想吃啊！哎呀，压力好大呀，这么多人看我吃饭。没事的。香港蟹王老师啊，感谢您做的这个蟹。可以，但是这个肉燕做的无可挑剔啊。这很难选哎。恭喜你，恭喜你，谢谢，恭喜，恭喜你，谢谢。这个本港的蟹，这个好香港厨艺的标志。谢谢。这个版本的炒蟹重新定义了避风塘版本的炒蟹在我心中的印象。就是这个蒜，炸的火候，炸的恰到好处，金黄干香，这种表达出来的。最出彩的呢是它的辣椒，它加了一点点这个辣椒的味道呢，既不让你感觉到盖味，同时又提了这个味道。这个大师，你好，不好意思啊，这个牌子给你，是不是？我想哭啊，对不起啊。谢谢。哎呦，他不想伤害老人家的那个。不是你做的不好，做的很好。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坚持了60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匠心的精神。然后这个香港的这个蟹王呢，他这个做的非常有技巧，非常有功夫，再加上这个蟹本身做的确实更惊艳，所以呢，又把牌子要回来，再给他。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了，我是技艺，他们是厨艺。对，我们老一辈只能坚守传统，做最后的手腕。但是呢，我相信我这一辈子的技艺，我会很好的传下去，传承下去。弘扬就这样。好，谢谢，向你学习，向你致敬啊！讲得很好，对，我觉得对，讲得很好。这个老爷子好让人尊敬。他的高度已经在那了，你知道吗？有道福州，到我那里沾沾福。好，谢谢。古镇海所素厨比赛结束，恭喜香港蟹王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好，就看第3组的新厨能不能守擂成功了，看看是这个镇海能不能把这个螃蟹镇住。金龙鱼1比1比1，打破单一油种极限，只选8种健康安全好油，反式脂肪减到0，产品符合欧盟标准，调和油全球销量第1，选健康选1比1比1。金龙鱼。我叫古镇海，北京朝阳潮英南店的主理人。去年呢，我们拿了个米其林1星。我觉得一个厨师要想把菜做好，得懂食材，懂应季。我准备做一道潮州的老菜，叫龙川虎肚，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品能代表手工的技艺。新厨老师摁铃摁得很焦急，他是怕温度，第一时间吃到温度对的菜。好，第二用的是鳗鱼，对，这个是传统一道潮州的老菜。叫龙川虎肚啊，龙川虎肚啊，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菜，但是呢，很容易失败，拿了来做比赛，那就是有风险的。因为我知道这道菜距离失传将近半个世纪，其实是很前一段时间才被重新恢复过来的嘛。这道菜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的潮州菜，
为什么会最近没人做呢？因为它工序很繁琐。龙其实就是鳗鱼，首先要给它去骨，之后呢要把它焖至入味。虎肚嘛就是大肠，龙川虎肚就是龙钻进了大肠里面。你的选材很重要，太厚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它容易爆。包括灌到里面的鳗鱼的那个熟度之后，用那个稻草把它绑起来，还要去用酸菜、五花肉去煮它，它的温度的控制很重要，要不然煮不好它会爆的。最重要是也加了一点我个人的创新的元素在里面。我在里面加了30年的老菜谱，因为也正好对应我今年入行30年。煮完之后呢，上皮水去风干，再去炸。它这个要一直用油去淋吗？对，这个菜非常的费手工。然后配的那个三生酱，进口的雪巴，酸甜苦辣咸都有一点点，解了杂物的那个油腻。是一口焖吗？对，可以蘸点酱汁一口焖。哦，竟然我吃到了一口入口即化，从我的舌头滑进我的食道的这么一个鳗鱼，然后它配合外面的那个脆脆的那个肠，有一点点腻的时候吧，它底下的这个酸酸的汁又把它冲击掉了。我说怎么会这么奇妙，一切都走得刚刚好。第二个，再回味的时候，哇，它还有这个菜谱的这种鲜味和香味，就非常像一首悠扬的交响乐，在你的口中从前奏开始，然后到整个酸油脂，然后这个韧，然后到高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食带给人的感官的这种享受。烫啊，温度高。烫吗？我说你吃点这个清口的那个雪巴，好了，吃完这个比较油腻的。哎，他把这个传统他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切完了以后又配了一个甜的，这个解腻的小甜品，这个他就是把细节考虑得很周到，哇，组合的都是非常的精妙的。这个配了以后就更出彩啊！对，我跟周老师讨论一下。好嘞。这有点难选啊。蟹王就是把蟹做到了极致。新厨他就是细节考虑的更多嘛。对。他这个结果应该怎么给呢？商量了很长的时间啊，很纠结，非常的纠结，很纠结。一个让我很通透，一个让我很满足。您来吧，周老师。您来吧。您来吧，您来吧，您来吧。好，那我们讨论的郑海大厨，看看镇不镇得住。哎，不好说了，镇不住，他应该会换。对，我觉得应该是螃蟹大叔会去。对，会不会反转？他们其实压力也大多了，比素厨压力大多了。那我们就宣布，古镇海师傅首位成功。谢谢。恭喜香港蟹王晋级成功。哦，谢谢。好，恭喜两位。谢谢老师，漂亮。恭喜！更好，没有把他拉下神坛。周老师，平常我不怎么做饭，我还挺好奇，盐明明是提鲜的，为什么薄盐会味更鲜呢？盐能提鲜，是因为它刺激了味蕾，可以衬托鲜味。但盐多的话，不仅鲜味被压住，食材的本味
也会被盖住。所以盐放的少一点点，就更能凸显食材的鲜味。对，像李锦记的这个薄盐生抽，在发酵阶段就用低盐方式来精准控制，这样发酵出来的风味呢，就可以完全的保留。用它做的菜，就能更好的展现食材的鲜味和香味。怪不得用李锦记做的菜会这么好吃，我回去也要试试。接下来，逆流之战第2组的选择正式开始，竞争没那么激烈了。本组第1位被挑战的新厨是古志辉，参赛作品乾坤多宝鱼生炒菜心。这是粤菜OG了，它真的很强。粤菜传统的口味和技法是粤菜厨师的根，欢迎你们努力跨越我，超越我。好，有，老师真好，格局。大将风范。第2位被挑战的新厨是李东，参赛作品大香烧白菜。鲁菜是8大菜系之根，它的菜品风格永远不会被其他菜系取代。又是不明觉厉啊！干他！小看我粤菜，我不服。我也想干他，你干！我是精武菜，一定要挑战最强的那一个，必须的。想挑战以上2位新厨的素厨，可以前往烹饪区，倒计时3分钟，请选择。这么多来了，走了。He's a legendary Cantonese chef. I just ran really fast to pick the chef without even thinking.这岂不给累坏了？这么跑呢？终于抢到了。我看你没跑吗？刚才我跑了呀，我脚都差点被崴到了。玩命一样哎！2位新厨挑战名额已满。本轮比赛的新厨与素厨集结完毕，比赛即将开始。吴老师组怎么样？他们组好像都要出餐了。A1完成。A03好了，A03。我觉得我的菜主要体现新中式料理理念，我们会用一个比较西式的一个技法去呈现中式的口味出来。要不就再传统一点，要不就再极致一点。表达跟落地有点分歧的东西。好，感谢2位老师。这道菜想体现黄鱼它极致的鲜。你有点用力过猛。不管在配哪个的口感里面，它都有点太油了。理解。这个菜是4指山4重奏。我想用新派粤菜，让大家看到粤菜不只是传统，也有不同的想法。这几个菜不传统也不现代，就是一些现在粤菜馆做的菜。你想要展现了很多，但是你的底子不够。谢谢你们，谢谢。很遗憾。他是这一组最后一个了，是吧？对。大家好，我是Chewy Batato. The dish that I'm cooking today is my interpretation of ginseng chicken rice. Throughout living in Hong Kong, I learned different spices and medicines, such as a really good dish when people are sick. People eat samgyetang during summer. 全是药味，那这个烩饭不好说了呀。Yo! Rice is cooked with chicken stock, longgong kai. Oyster chicken meat is glazed with all the Chinese herbals. 全部都是鸡的味道哈。蛮香的啊，好吃。Thank you. 而且药材香，很浓郁。
要不抢味。哇，这个评价很高啊，有戏哈，有机会，有机会，对。那么现在你的结果是？我觉得多半要给他牌。哇，给不给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saved.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saved. Thank you. 哦，给他了。成功了。人参鸡汤的烩放呢有内涵，烩放的这个配比里面拿捏的咸度就刚刚好。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哦。Yes。古智慧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厨艺八达通 ，Yes， 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挑战古师傅。动作开始了，去看看。我去看看。我是古智辉，是粤菜厨师，从事粤菜超过40多年了。简单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人吧。今天给大家分享呢有2道菜的，第一道就是乾坤多宝鱼，另外一道菜呢就是生炒菜心。我把这个多宝鱼呢肉取出来，哇，那个刀法放大招了。哦，古师傅那个鱼片的漂亮，那骨头透光了呀。乾坤多宝鱼最难的点就是炒那个鱼球，那个鱼球，第一，你把它切到那个厚薄均匀；第二，大火快炒，令到它的鱼片刚刚去到9成多一点点，那个效果就呈现出来。而且用那个鱼骨呢，把它炸脆，炸它的金黄线，做成好像一个帆船一样那个造型，把炒好的鱼球放在鱼的上面。乾坤多宝鱼做出来的造型很好看的，生炒菜心非常考验技术的。吃哪个是？吃哪个？啊，切青菜先。啊，先菜心先。很明显，即便这个菜你炒的，其实拿出来到现在我们走过来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有了。菜心的这个菜黄啊，还是很嚼起来那种嘎嘎嘎。这功力是完全在这里，从这个八宝的状态跟它整个的形状，这功力是不用说的。恭喜新厨古智辉老师首位成功，恭喜厨艺八达通晋级成功。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海哥啊，你看古师傅的鱼做的真是教科书级别的乾坤多宝鱼啊！对，粤菜呢最讲究获取本味，这道乾坤多宝鱼呢，对于火候的把控、用油的标准都极为严苛。你看古师傅用的是金龙鱼1比1比1，用它炸鱼骨，金黄酥脆不腻，溜鱼肉能很好的锁住鱼肉本身的鲜嫩口感。这个油是由8种好油科学配比，能让这道菜口感层次更丰富，营养还均衡。确实，用对自油才能撑得起这道经典粤菜的灵魂。厉害！稳了，老师傅还是稳了。接下来第2组出战的是李东组，各位选手请做好准备。5、4、3、2、1。其实我因为他们挑战不是挑战我，是挑战鲁菜啊，在他们认知里打败鲁菜呢是更容易的。我觉得川菜在调味上会更胜一筹。在这个舞台一定会有我们湘菜人的一席之地。我是做江西菜，在南昌啊有8家名店。我是京圈冷少，目前在北京一家米其林1星餐厅做研发总监和总厨这个职位。这一组好看的，各大菜系围攻鲁菜。您做的是什么呀？我做的是兔子。
您做的这道兔肉跟我平常吃到的自贡菜有什么区别？我是借用了一下那个西餐的手法。你这个我看着有点像那种惠灵顿的那种。对，但是里面所用的食材全部都是我们自贡本地的食材。你要做现代料理，你一定要对川菜吃得很透，你才能去演变，不然的话怎么变呢？这次来节目的话，我想做一个就是属于当代自贡菜的一个代表。他选的部位就很紧很瘦，看起来，兔肉本身脂肪也不高。传统的兔肉的做法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小煎小炒或者炒冷吃，这样做出来的兔肉的口感会更干一些。如果我用起酥皮的话，这个口感它就会更水润。觉得主角是我的酱汁甲鱼海椒，把泡菜然后把它炒成这个鱼的料的样子。自贡菜不仅仅是江湖菜，自贡菜它也可以做得很精致很美观。这个菜呢是很复杂的一道菜嘛，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配的这个辣椒，所以我们也期待兔肉佐上这个一起吃。我就无法想象把这样一个在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菜式与西餐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对它非常非常期待。这个是我为它配的一个酱汁，你可以先尝一下。就是刚才有那个香菇酱的是吧？不是，它是甲鱼海椒，它是用的四川的泡菜加的那个子姜和二荆条做的。哇，确实好。把泡菜炒成鱼的料的样子，感觉就是像在吃鱼，但是里面又没有鱼。我们商量一下。酱真的是，它这个辣椒做的是真的太好吃了。肯定晋级了海椒酱做的那么好。看一看，您没有挑战成功。谢谢老师。这个兔肉也是保持这么生吗？不是，我今天因为我时间不够了，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我不太熟悉的温度去做它。今天这个兔肉，看一看，您没有挑战成功。它没烤熟，不熟就一定不能过，因为这是基本最基本。就肉的生熟度跟酥皮的最佳状态不能同时保证。就 Wellington 的话，中间肯定是要 medium rare 的呀。像这种传统的东西，你要把它改成一个很惊喜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它的创意，给到了我们有点震撼。时间关系，烤的时间也弄不足，很可惜，它是失败了。这道莲花血鸭的精髓啊，最关键的也就是这个血，用当地的冬酒调制而成，不能一次性下多了，汤汁自然流畅，那就可以出锅了。鸭肉的味道、口感好像并没有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不好意思。我今天带来了一道我们店的招牌菜峨眉三丝，也是无差评的。就是用川菜来衡量的，它也没达到那个最高的水准。普通的下饭的菜而已。没给您过。没事，相信你们是专业的。很遗憾，您没有挑战成功。谢谢。就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再大胆一些。明白。就是再突破一下，就是甚至湖南都没有这个料，我这个料我第一次配料跟它组合了，所以呢，胆子可以再放大一点。好的，谢谢你。反正你们年轻。好。在这种高手如云的赛场上面，要想获胜，要不也就把它做到极致，要不就做得很有创意。哇，感觉都不行哎！今天有这有行的吗？一组一个都没有的吗？周小燕老师也蛮严格的，晋级还是很有难度。这一组目前为止一个币都没有给出去，这个人没过的话就没有人晋级了。咱去那边看看段毅的徒弟。今天冷少是段誉他们公司的。哦，是吗？他做京菜的。对。段誉老师，大家在业内都是耳熟能详的。作为段誉老师餐厅的主厨，我还是想看到他尽全力的作品的展现。
现熬啊？啊？嗯。怎么想的？说这马不能踩。那你这可很紧张啊。对。一会儿再打，不在那儿打再过筛吧，只能是这。对。大家好，我是京圈冷少，目前在北京一家米其林1星餐厅做研发总监和总厨这个职位。因为我最早是冷菜出身，所以说我想呈现2道我们餐厅最有特色的冷菜。这道菜呢，也是我从北京风味去演变的一道产品，它是利用符合北京特色的山楂。烘干之后，做成一张很薄的皮，然后用它来包住细腻的鹅肝酱，上面再点一些提香的桂花，这样的话，第一口呢就感觉到很清新、很好看，然后又很好吃。山楂皮里头裹的鹅肝嘛，这样它就是有点酸甜解腻。在这儿我表达一下，我是新19的精准客户群，是吗？哦。因为我经常去他们餐厅吃饭，山楂鹅肝这个我已经吃过很多回了。于我来说，我就很想知道它的另一道菜是什么样的。第2道菜呢，就是金葱冷吃金沙参。这道菜呢，其实就是利用了北京天福号降货的这个手法，加上葱烧海参的技法，做了一个符合京鲁菜风格的前菜。我会把海参提前煨制之后，加入蚝油和炸制的葱丝，把这个汁提前熬浓。浇到这个海参上面，冷却之后，这样汤汁的质地它就像果冻一样，上面再配上炸的干葱，酥脆的口感，再加上海参的这种 Q 弹的口感，非常的饱和，非常的有层次感。这是我的一个作品，金葱冷吃金沙参，山楂鹅肝。我们先吃哪一个好呢？先吃这个啊，先吃这个，然后这个如果腻的话，吃口这个。哦，好。哎，葱多要葱。好。需要我给你切吗？没事。谢谢。它这个口感很丰富的，又有脆的，又有糯的。肯定好吃的，别跑。这个是在天福号酱肘子的基础上，就是葱烧汁熬粘熟了之后，会形成一种就是冻，对，然后浇在这个海参上面。这个酱汁裹得好，跟别的海参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个皮要高了，不是一般好像搞不定的。再尝一下山楂鹅肝。就是它是属于那种透亮的。好看。哇，那山楂皮是自己的做的？我觉得海参做的啊，海参。首先，我必须要撇除个人喜好的因素，那我就用它的这道海参做一个判断。山楂鹅肝呢，如果说仅仅是靠这一道菜来讲的话呢，它也不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海参这道菜能不能成为第一个获得火焰币的选手。虽然我是您的精准客户群，但是，哎，完蛋了。很遗憾。好。很遗憾。好。您要继续辛苦了，您要继续辛苦了，恭喜。谢谢，恭喜你拥有了挑战权。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觉得，哎呀，这个石头总算落下了，还是很激动的。但我这个激动没有那么的
表现出来。说真话，你给我们今天惊喜的就是海参，做的非常的 Q 弹，一点杂味没有，打动我们的是你外面淋的这个酱汁均匀的冻在这个海参的表面。对，所以这个是你最出彩的一个地方。然后您反复强调上面要多加葱，多加葱，它葱的这个葱香啊，它就会冲击掉我嘴里面冻酱的这个咸味儿、鲜味儿。所以您一定是很用心的调配过。好，谢谢，祝贺祝贺，祝贺您，祝贺您。谢谢老师。那我现在可以坦坦荡荡的把它端下去给工作人员们尝一下。可以。来，接菜。哇，我也想吃。给我一个大包盒吧。我帮你拿吧。谢谢。我帮你拿。哎，不，好，快，家人们，赶紧拿。我知道你们那儿馋疯了吧？干活这么累，快，让我录节目，你这不等着吃吗？李东组速厨比赛结束，恭喜京圈冷少成功晋级。接下来开启星宿换位评定。这个还得跟最强那个 PK。哇，香啊，东哥，虾味好重啊！还5分钟呢，做完了都把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是挂着一个京鲁菜厨师来的，第一道菜呢一定要有京鲁菜的特点，就是新厨鲁菜大师您。鲁菜大师李东。他今天做的是那个鲁菜的一个经典的菜嘛，叫大虾烧白菜啊，很传统。这个菜确实是鲁菜的一个很传统的，但是我还是对这菜有所期待的。你能把一个很好的传统菜能拿来比赛，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思考会融到这里面去。当然了，在传统当中呢，我也会去做一些改变的东西啊。首先，我们选择的是渤海的明虾。包括我们的白菜，那是胶东的白菜。其实很多人跟我讲，您做一菜是不是要更多用白菜叶子？其实我还是讲要多一点白菜帮。白菜帮它是甜的，做才好吃。包括我选了一个熟蒜，传统的是没有的。加进熟蒜以后，整个菜的味道更加中和，更加浓郁。这个跟不搁蒜有很大区别。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也是会吸引评委的一个特点。都不简单的，有些简单的菜你做得好，也真的不一样。就看味道，这个菜就看味道。哦，他今天用的都是白菜帮子。对，叶儿全去掉了。坐飞机过来的。对，必须得精挑细选一下。应该轻轻松松啊。那是拿捏。这白菜的确，这个应该是白菜比虾好吃。周老师，您还用吗？我吃点白菜。我觉得没问题。首先这道菜我喜欢吃，而且呢，这道菜很能代表京鲁菜的风格。谢谢李老师。谢谢。我走的。新厨的这道菜呢，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虾的鲜浓的虾油熬出来的颜色，包括大白菜的口感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比较这两个菜嘛，哪一个创意更让人有记忆点。其实我没有那么大把握去战胜李东老师，因为我做的是2道前菜，所以说我觉得失败了也不耻辱嘛，毕竟人家也是京鲁菜大师。我觉得好像有点压力，岁数大了，除了小孩可能挂不住脸的。京圈冷少，
你换位挑战的结果是比较好吃的，东哥肯定又干掉一个。挑战成功，挑战成功。恭喜清泉冷少换位成功，成为第2位新晋新厨。谢谢老师，谢谢。好，哇塞，谢谢，恭喜。很香哎。很激动，很感谢，心里边就是已经压抑不住的那个激动，哇，爽到飞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后面一想，我觉得还是低调点比较好。李东老师的话也是很鼓励后辈，各方面都是值得学习的。我感觉到东哥在那有点薄弱了，配一个是可以，对，肯定要搭配有东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冲击感。从传统的方法上来说，没有什么错误。我觉得它真的值得换位。其实不只是它这个解构的这个菜很新颖，我觉得它到我嘴里之后，让我享受到美食带给我的雀跃的感觉也很新颖。脑子里会一直就出现这种欢快雀跃的这种声音。可能我见识浅薄，我没有吃过这样做海参。恭喜恭喜！其实他赢了我，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既是一个比赛，又是一个交流，看你抱什么心态去 PK 这个事儿就好了。请前往2楼领取你的新厨荣耀。哈哈，起哄！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恭喜新厨段文义！Bravo！ 加入了新团体。那输成这样，谢谢。Bravo！ 谢谢。我敢说上海铁板烧，我们说第2，没有人敢说第1。那我宣布您的结果。要差一个8丢精海蟹，希望把它的香味膨胀起来。哇，这好吃，香啊，真的香啊，好香啊！哦，好香啊，真的流口水了，我要吃得我美滋滋的。这个厨师整的好有仪式感啊！哇 Problem I have is the sauce. No. 将不同的风味进行组合来呈现我的味道。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厦门天蟹女王。Okay, I'm sorry. 不需要蘸任何料。我覺得咧，其實呢個 combination 我覺得好怪嘅。我真的非常不爽。說白了，我覺得他根本就不懂面。我就覺得。极与极之战，同食材对决挑战即将开启。Oh my god！ 坨长，那是什么东西？这个真的是没玩过了。鳄鱼啊！这个鳄鱼 ，How? What the hell？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